你以为雄才大略的戚继光是明朝最强的人吗？其实他只能排倒数。第10，最强太医刘文泰。在古代，太医这个职位是非常危险的，因为这关于皇帝的健康问题，并且还随时都有可能惹祸上身。但明朝就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太医，竟连续2次用错药，并且还医死了2位皇帝，而且他还能大事化小，并且最后还得以善终。至于他能当上太医，并不是他的技术高超，其主要就是当时的特殊政策。由此可见，他是非常厉害的。第9，最强特务陆炳。他从小就随母亲入宫进，也算得上是明世宗朱厚熜的发小。在宫内失火时，陆炳直接冲入大火中，把嘉靖皇帝救出了，从此就逐渐成为朝野中的举足轻重的人物。在不久后被提升为锦衣卫都指挥同知，因此还成为了锦衣卫一哥。尽管就是锦衣卫老大的身份和权力，都足以让朝野上下闻风丧胆，并且他还做到了满朝文武尽在掌握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甚至在大明朝中都没有一个人。第8，最强宫女杨金英。我国古代每一个皇帝都有魂牵梦绕的想法，就算是千古一帝汉武帝和秦始皇都一样，而这个想法就是长生不老。但是明嘉靖皇帝不知道从哪里听过来，没有经历过人世的宫女月经可以长生不老，于是他就召集大批10几岁左右的宫女，不让他们吃东西，饿的时候只能吃桑叶，渴了就喝露水。由此杨金英和多名宫女都忍受不了了，于是杨金英就带着10几名宫女，拿着绳子想把皇帝勒死，但是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，而敢杀皇帝的也就仅此一人。第7，最强名将戚继光。他是明朝的名将，还是杰出的军事家、诗人、民族英雄。而他在浙江沿海9战9捷中，不仅斩杀了1400多个倭寇，还把4000余名的倭寇溺死，这也使浙江的倭寇基本上都解除了。而他还与其他的将领一起努力，又让抗倭战争次次都取得了胜利，并且他在抗击倭寇10多年里，不仅确保了沿海的居民的安全，还赢得了万世之名。第8，最强太监郑和。他被称为3宝太监，而在古代，一般太监名声都非常不好，但是他的事迹不仅在中国史书记载，在海外也存在许多证据。因为他不甘心只当一个太监，于是就不断的让自己变强大，并且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、船只和海员最多，也是时间最久的海上航行，是在15世纪末欧洲的地理大发现的航行以前，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系列海上探险。由此可见，他也是非常厉害的。第5，最强和尚姚广孝。他年轻的时候就出家为僧，其法名为道衍，还精通佛学、儒学、道学医术，其谋略最为精通。而他本是佛门清净之人，也不修参禅清净法，还以白帽助王荣登座上宾客。而他不仅为燕王谋划天下，还是靖难之役的主要策划者，并且在他病逝后，皇帝亲自撰写神道碑铭，还以文臣身份入明祖庙。而他是明代的第1个人，也是唯一的一个。第4，最强首辅张居正。他是明代非常杰出的一位政治家，还是最优秀的内阁首辅，著名的改革家。而他一生做过非常多的事，还可以说他一生只做过一件事，那就是创造万历中兴，并且为明朝延续了数十年的国祚。而对明末来说，他不管怎样都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，甚至还可以说他是核心的灵魂人物。而他身居高位，富贵对他来说就是9牛1毛的事，但是他没有泯灭自己的良知，甚至时刻不忘自己以天下为己任的初衷，而能做到这样的绝无仅有。第3，最强藩王朱棣。他是明朝的第3位皇帝，还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4个儿子。在1389年，他就被封为燕王，但是他的哥哥朱标被立为皇太子。而在朱标逝世后，皇位的继承问题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，因为朱棣认为自己应该继承皇位，但是他的侄子建文帝也说他是合法的继承人，于是他就以800士卒起兵，以靖难之名搅动天下，最终成就帝位，在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帝君。第2，最强太子朱标。他是朱元璋的嫡长子，从小熟读儒家经典，而他的性格仁慈宽厚，对弟弟们也十分有爱，并且在弟弟犯错的时候，他都会去请求让他们免受惩罚。而且年纪轻轻的他就已经文武双全了，甚至还可以帮父亲提出治国方法，并且非常多的大臣也十分看好他。而他不管是辅佐文武班底配置，还是个人能力，都可以说是史上最强的太子。第1，最强皇帝朱元璋。开局一个碗，江山全靠打，白手起家成为帝王。而他可以说是历史上起点最低的皇帝，从乞丐一路杀上皇帝的宝座，并且还是古代皇帝的楷模，甚至清朝康熙皇帝认为他的成就完全可以吊打唐宗宋祖。而这样一位起点极低的传奇帝王，还能从群雄中脱颖而出，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。由此可见，将其排在第1实至名归。